可台州怎么办呀？除了此处，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哪儿能借出来50万斛粮米。你求求我，快求啊！求你便有用了吗？要在台州设博义务，真是异想天开。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台州知州，便是他做了吴越之王，做了天子又如何？那些个在地方上盘根错节、经营了几百上千年的豪门望族，哪是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撼得动的？这自古以来就是100年的朝廷，1000年士族，天子也依然奈何不了这些树大根深的豪门世家。他们有田有土，朝廷要收税，要治民，桩桩件件离不得他们。平心而论，九郎要做的事情本也是正事。台州5县10几万生民嗷嗷待哺，若是错过了春耕，恐怕……你少跟我说那些大道理。那些10几万的生民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倒是顾念他们的生计，临世之时，又能有几个人顾念今天活命的恩义啊？想当年，你祖父跟随黄王起兵的时候，那也是一腔热血，要重整乾坤，要将那些以家国梨树血肉为食的权贵豪门扫荡干净，救千万生民于水火。可最后呢，他们要救的那些人，领他们的情了。陈州兵败之后，你祖父率清兵杀出重围，转战荆南，被邓家兄弟的那些土兵堵在山路上。那也都是些寒家子，都是在土里刨食吃的农家汉子，也都是黄王檄文里要救的前守圆圆。那些个人一个个像疯了似的，抡着斧子刀子，口里喊着诛黄皓、讨唐克、迎风告。你倒是想救他们，却是想好了，终有一日等你落难的时候，万不要想他们能知恩图报，他们只会拿着你的人头去换自家婆娘的封告。有朝一日，这个岛子你做了主，愿意去奉迎哪家的天子大王也好，愿意去滥发善心，拯救千万生民也罢，都由得你。可你娘我一日不死，这岛上便是我说了算。50万斛粮食，我宁肯散出去喂狗，狗比人有良心，吃了你的东西，不会翻过头来咬你一口。阿姐，阿姐，我不敢。我去做，你有什么不敢？你知道阿舅他最重规矩，这是要喂大鱼的罪过。这喂鱼也是我喂鱼啊，你是被我胁迫的，没什么罪过。阿姐，不会让你去的，那里是最要紧不过的地方，所有人都知道规矩的。你带着我便能进去了。阿姐，你忘了，你要进去的话，最起码也得需要阿娘和阿舅的牌子，否则连大哥都进不去。你去帮我搞个牌子。我可不敢，阿娘知道了，非把我拆了不可。这也不敢，那也不敢的。走，跟我走。哎，阿姐，哎，走吧。哎，阿姐，哎，慢点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娘，你管不管了？阿姐，好好的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离开岛这些年，连岛上的户籍都消了是吧？真娘，怎么跟母亲说话呢？还是说我离了岛就不是阿娘的女儿了？
如今这岛上是大哥做主，我这妹子是外人。这谁惹你了？怎么回事？我自与阿娘说话，大哥为何要来教训我？你若是想教训我，12岁之前干嘛去了？你这番脾气好没来由。哎呦，地上凉，你快起来。钱家那小子欺负你了？哼，他若是敢欺负我，我自家一定会料理他，用不着到阿娘这里来诉说委屈。他来岛上管你们借粮食，你们愿意借就借，不愿意借就不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年我把我送给他的时候，也没问过我自家愿不愿意。如今这些年过去了，倒是因着他的缘故，连我也成外人了。你们拿他当贼提防，倒也就罢了，还是说，在阿娘阿舅的心中，我也是贼了？若真是这样，那我就不在这碍你们的事儿了，索性离了岛。从此以后，死走还是逃亡，与这岛子再无干系。你这发的什么疯啊？你这荤话是谁说与你听的？谁说你是外人了？谁拿你当贼防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阿姐让我领她去琅琊阁，但是没有阿娘和阿舅发话，我不敢。你要去琅琊阁做什么呀？不做什么便不能去，去了就一定得做什么是吧？真娘，岛上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，琅琊阁重地，没有我和阿姐的令牌，擅入者死。对，所以说，大哥得进，阿佑得进，只有我这个外人不得进。我倒是不明白了，你这番脾气来得好无来由。难不成我不借粮给那小子，就是将你当外人了？你就要发作一番为那小子张目？哼，到底是我将你当外人了，还是女儿生了外相，你将我这个亲娘当外人？我在这岛上待了12年，若是你们觉得我离了家便是外人了，与我直说，原本就不该回来。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屋子了，也没有我的务实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，只需明白的与我说一句就好。真娘，你这些话与琅琊阁有何干系啊？阿舅，你只管与我说，琅琊阁里有没有我的东西？此事就此作罢，真娘再无一句多言。从此以后，你再也不会从我口中听到琅琊阁3个字。如为此事，人身共极之。琅琊阁乃社中库藏重地，怎么会有你？阿娘，阿舅说，里面没有我的东西。此话可是真的？绕了这一大圈，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？阿娘，你只管与我说实话就好了。女儿知道离家太远，未能在阿娘膝前尽孝，虽未行礼，但如同出嫁，嫁出去的女子便是外人了，没有便没有了。只求阿娘看在母女一场的情分上，将我阿爹留给我的刘凤钗子赐予女儿，我这就离岛，从此以后再不让阿娘担心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糊涂话呀？我是你亲娘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你的事情天底下旁人不惦记着，我还能不想着吗？真娘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阿姐给你准备的妆奁，共计64担，步摇花生，霞帔云裳，玲珑妆塔。只这些穿戴饰物，便有整整12担，依的是公主出嫁的故例。除此之外，还在杭州城外用你的名字买了600亩红玉田，建了2个庄子，外加城中马行街上的一处胭脂铺子。哼，这些啊，都是3年前便预备好了的。
都存在琅琊阁中，隔几日便要打理一番。阿舅说的是实话。我这便带你去，你自家眼见为实。阿舅是想带我去看嫁妆，还是想看着我？阿佑，拿着令牌，带你阿姐去琅琊阁。她要看什么便看什么，看什么都莫要拦着她，任她自己看个够。你呀，来，看。女儿这边去看看，回头再向阿娘、阿舅请罪。哎呦，这都多大了，这脾气秉性，要不这定子聘礼少要些吧？我有些觉得对不住那小子。阿姐，我问了许久，你也不告诉我，你来这儿做什么呀？啊？你要找什么？你要这个做什么？哎，你跑，快点，帮我系上。最近我是胖了点儿，快点儿啊！好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你们俩过来，过来。玉郎，对不住了，二位。阿姐，看什么看？帮个忙，找2根结实的绳子，找绳子干嘛？把他们绑起来。绑起来？快去！哦。只能拿这么多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学文，快把这些都搬到船上！这是快呀，愣着干嘛？搬呀！中午梦溪装船赶紧收拾行李，连夜开船。啊！夜间行船不周全，不如明早。明早就来不及了，再过1个时辰都走不了了。姐，去，快去！走，收拾去。哎。阿姐，这闭嘴！到底偷了什么东西？哎呀，现在不是说的时候。哎呀，反正是有用的东西。阿佑，你先回去吧。他不能回去，他得跟我们一起走。做贼还留下个证人，你可真够傻的你！剑也拿着。阿姐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些事情，我去就回。啊，行啊，你快回去吧。阿姐，阿佑，你听话，阿姐带你去台州玩上几个月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是，玩一段时间。行。哎，走，玩几个月，走。就算你割了绳子，这些船也走不远。这些战船是黄龙岛纵横海上的根本，若是坏了这些根本，此生便再难回来了。
阿兄，你是要拦我们吗？他的父亲是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是你的阿娘。你说我该拦下你们吗？阿兄既然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儿，你可以不帮他，但是希望你不要坏了他的事儿。我若是想坏了他的事情，方才在母亲和舅舅面前，便直接戳穿你了。真娘谢过阿兄。不管你从琅琊阁中拿了什么，都不值50万户粮米。那便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。阿兄既然不想坏了他的事儿，能不能放我们走？你快走吧，我让九郎等候待久。真慢。坐不住了，便到望海楼上去看一眼。陪着这个臭丫头一起胡闹，是不是很辛苦？哼，反正从小到大都是陪着你胡闹，如今老了，陪着真娘胡闹，也是一样的。你呀，非要做个挑剔的丈母，我继续陪着便是了。哎呀，你说那死丫头，她会拿些什么东西？那要看她搬得动什么了。费了这么马心思，我只拿走些不值钱的。哎呦，那她可亏大喽！真要是拿走，值得上50万户粮食的东西，哼，怕是这一宿他们都搬不完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这全都是啊！查验完了，这是什么呀？庄帘已收，所余64担，为阿娘再叫添庄。杀千刀的死丫头，
竟敢拿老娘来消遣。他都拿了些什么呀？拿走了16面双龙旗。啊！哎，上林湖蜜色窑烧制的青瓷，光期3年的存货。你轻点儿，拿到市面上能换整整10顷地。家贼难防，我就不该发这个善心。还有呢？既然是家贼，自然是识货的，值钱的一件都没拿，除了旗子，还拿走了黄龙令，以及阿佑。传我的令，岛上所有的船无分大小，都给我派出去，把那2个小子给我抓回来，千刀万剐。都跑了1个时辰了，你去哪里抓呀？小人参见赵之司。船，各东主、船主，正月15，台州宁海上元节大会，5万斛2米，换1面双龙旗。逃啊！快点！那小人谨奉令律。古者300步为里。名曰井田。井田者900亩。公田居一。古者300步为里。名曰井田。啊，还有这么多！一个半时辰了，才抄这么点儿。阿姐，我想回家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阿娘、阿舅在的地方是家，阿姐在的地方就不是家了。哎呀，快抄！这些都是临海快马送过来的丁级簿子，明日之前要整理成名录的。任你这般磨蹭千言，什么事情都让你给耽误了。姑娘，也不是小郎君懒惰，实在是太多了。台州5县，有名有姓田产在100顷以上的人家，少说也有100余户。小郎君只有1个人，便是将咱们几个都算上，3天3夜都不睡觉，也未见得抄录的全。可是抱怨也没有用啊，我们能等，那百姓又等不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外面那些人手全叫进来，我们一起抄。不是小人们懒惰，此番随行的100名亲卫，都是大王自亲从指挥麾下调拨的精兵，俱是些厮杀汉子，让他们拎起刀子砍人，眉眼都未必眨一下；让他们来抄书，却是连自家的名姓都未见得能写得周全。阿姐，能产而有恒心者，为士为能。财兴县方上四房方回子有土54顷马县财兴县2市长房王爷县辛苦了，写好了。98顷
请，有247请，有20分。超了1多半了，再有几个时辰就能全部录完。好法子。但这些书生抄抄写写尚且得用，却算不得数。刚刚找了2、3个有学问的，算了各处的祖产，错得有点离谱。无法，我来算，让阿友来记。行。黄岩县严氏，2房严胜岩，有土166顷，又45亩3分。4房公镇，有土131顷，有18亩6分。黄岩县沈氏，西房沈瑞庆，有土182顷，又78分。太行卫士，南北2乡16间房。哎呦，听仔细点，千万别记错了。太行卫士，南北2乡16间房，合计有田3821顷，又57亩4分。主公，请回吧。魏某此去必不负诸公所托。还请司马向九郎君请命，为我等做主。台州5县来年的赋税钱粮，都要着落在我等身上。这是一州的民生大政，不要说九郎君，便是杭州城里的大王和相公们，也万万不敢服逆民意，肆意胡来的。主公，请回。魏某告辞。告辞，告辞。别驾，人已走。郎君那边真的不打紧吗？各县尉，这几日有多少大户没和魏伦、葛延平2家走动？117家。看来还是有明白人的。都是些中户人家，其中田产最多的是梁家和田家，各个房头加起来不过100顷田地，还不及葛家的1/10。不打紧。杜彦珠，卑职在。让你的人吃饱喝足。郎君要收拾台州局面，决断大事，便在今日。龙顺都，咱们都头带着将领来，今晚有战事，我等当如何？愿为九郎君效狠，愿为九郎君效狠，愿为九郎君效狠。你真好。你不好，明天就是正日子了，你应该早点歇息的。我睡不着啊。